这种本地人、华人开的。Hello。Hello，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丽贝岛的码头，我准备乘坐这种快艇回到河岸。按照小红书上的攻略走的话，我应该能够在1天之内抵达槟城，就是不知道中间会不会出什么差错。从丽贝岛回到河岸，你需要先坐船抵达沙墩那边的码头，然后再坐2个小时的车回到河岸。我抵达河岸应该是大概1点半左右，然后最后一班火车是2点，不知道能不能赶上。再见了，丽贝岛的玻璃海。朋友们，我现在已经顺利入境马来西亚了。没有想到入境的过程比我想象中的要轻松得多。当时我没有准备那个入境申请，我其实还是有点忐忑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马来西亚，也不知道买什么航班，对吧？我跟一个工作人员说了之后，他就帮我完成了整个申请，我就顺利入境了。然后入境马来西亚之后，到达 Butterworth 这个地方是坐这种地上的地铁。我现在要乘坐轮渡从 Butterworth 的这个码头去到对岸的乔治城，但是我现在最紧要的是买一张电话卡。我现在处于一个没有网络的情况之下，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商场。甚至还有雪王，但是为什么人这么少呢？希望我没有走错啊！对，没有走错，我看到了这个翻译的标志。虽然没有网络，还是买到了船票。他们这里居然可以支付宝支付。朋友们，我终于奔波了1天，抵达乔治城了。天哪！但是我现在最严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电话卡还没有买。刚刚我正好赶上了7点那一班的船，但是我买船票的时候，距离船发就只有2分钟了，我根本没时间去买电话卡。不过好在就是槟城这边讲中文的人很多，然后我刚刚问了一些大叔，他们就让我来这边问一问 taxi， 找便利店买一下电话卡就可以了，所以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担心。朋友们，我买到电话卡了。刚刚在码头等车的地方有一群初中生，然后有一个男生就主动去帮我问了哪儿有电话卡，而且一路上都有很多华人的叔叔阿姨一路帮我，真太有人情味了。即使现在下着大雨，磨灭不了我对槟城的热情。朋友们，悲剧了！刚刚到了青旅才发现我把护照忘在了买电话卡的那个小卖部。我等了1个小时的公交，到了青旅，现在又得走20分钟走回去拿我的护照。天哪！希望那个小卖部还在开门。我赶到的时候，那个印度人关店了。现在只能赶紧回到青旅，尝试跟前台那个小哥沟通一下，能不能先让我入住，明天我拿到护照又给他补，把我热情浇灭了。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Hello， 朋友们，早上好！跟你们汇报一下，我的护照已经找到了。那个印度小哥非常的好，给我打电话说你的护照在我这里，你不用急，你随时可以找我来取。我现在正在槟城乔治镇这个地方，在我规划我的东南亚长线旅行的时候，我就非常期待这一站。你们看我今天 OOTD， 我非常喜欢这条红色长裙，我是专门为了槟城而准备的这条裙子，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槟城就是一个很复古、很漂亮的南洋小城，结果来了之后发现，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漂亮。这座城市，因为我是住在乔治镇里，就相当于是它整个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中心区域。然后他们规定是这边的建筑你不能拆掉，不能重建，不能够人为的更改。假如说你要重建的话，你必须修缮到它原来的那个样子。所以说你现在看到的建筑是什么样子，它100年之前就是什么样子哦。你们看他们这边建筑的特点，还有色彩搭配，是不是都特别复古漂亮？我搜了一下这种建筑风格，叫做骑楼。然后在中国的话，闽南那一带会特别多。那种建筑就是又可以遮风挡雨，然后又兼具美观，就很有层次感。特别是他们的那些复古的图案啊、花纹啊，还有颜色搭配都很漂亮。
好想生活在这里。你走在槟城的街头，你会发现这里真的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身后这个是这里槟城最大的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建筑，对吧？然后我发现我在这条街上走一走，在这个街的对面就能看到印度教的神庙，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神奇？然后你在这个街头继续走一走呢，又会发现中国的宗祠。我现在走到这条街道是不是很有中国新年的气氛？然后这一家餐馆放的又是印度的歌，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很新鲜、很多元、很奇妙的体验，你都能在槟城感受到。因为槟城这边有很多当时下南洋的福建、广东人，所以你在这边也会品尝到很多福建、广东菜。然后你去这些餐厅吃饭的时候，能够遇到很多本地的华人。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在很久以前，英国把槟城当作远东的商业中心之后，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浪潮。就是最早期的下南洋时期，然后这里面就包括了印度人和华人，所以说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你在槟城能够看到那么多不同种族的人、语言、食物、建筑，这些都是移民浪潮带来的文化大融合的产物。说到文化融合，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那个槟城侨生博物馆。虽然说小红书上都叫它娘惹博物馆，但是我去了之后觉得它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娘惹博物馆，因为那栋房子是清朝商人郑景贵的家，但是在二战时期就被日军洗劫一空，唯一剩下的就是他家里的那7幅画像。目前所见到的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所有装潢、所有收藏品，全部都是现在的那个老板，就是用他收藏到的藏品，按照当时照片的布置摆放来复原出来的。整个建筑你一走进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超级震撼，那整个精密繁复又很漂亮的南洋复古风格，那整个建筑还有那些藏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很漂亮，所以说还是很值得去观赏。大家可以去那里听导游讲一些娘惹文化，然后穿娘惹服饰拍拍照什么的。然后什么是娘惹呢？就是马来西亚人跟华人结婚然后生下来的小孩子。爸爸就是男孩子，娘惹就是女孩子。之后呢，佣人就会进到他们的房间里面，把2只鸡、1只公鸡、1只母鸡赶下床下面。那么呢，哪一个先出来呢，就代表说他那一胎是生哪一个了。比如说公鸡先出来的就生男的咯，母鸡先出来的就生母的咯。准不准呢？应该50%啦。不是男就是女嘛哈。但是现在这种爸爸娘惹它已经很少了，因为在过去的时候，你娶或者嫁给一个马来人，你是不需要信他们的宗教。现在如果你要嫁给一个马来人，或者说娶一个马来人，你必须入他们教，就是信他们宗教，说他们的语言。然后我在这边品尝过传统的娘惹美食，就是那个乐沙，就是香料很丰富，然后各种柠檬薄荷，然后反正各种酱料还很好吃。我现在正在槟城一个本地人的早市里，然后你们看这些早市卖的东西，然后这种整个感觉是不是还挺像国内的菜市场的？因为这边有60%到70%都是华人，而且华人基本上都会从商，所以你看到的景象就是跟国内的菜市场差不多。Hello, beautiful girl. 叫其实做点点了，我们有好的花生，先做没有好的这个。我跟你
们说吃早餐一定要找槟城的那种本地早市的小摊，因为我这几天在各种茶室都尝试过他们小红书上推荐的很多的早餐，但是我觉得都没有这种路边摊来的经济实惠，而且还更好吃。你们看这个早餐的档口是不是很热闹，很有烟火气？我真的很喜欢在这种地方。我点了一个他们这边的特色早餐，就是这种烘焙烤面包，再倒上这个半生熟鸡蛋，再配一杯白咖啡。生鸡蛋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腥，然后还加上了这个黄油烤过的面包，就是又香甜还有鸡蛋的香气。这是他们本地马来族的特色服饰。我有时候走在槟城的街头，我会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哎，我真的是在国外吗？我确定不是在国内某个广东的小县城吗？啊，骂语录。满大街都是中文和华人，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自己英语不好。然后在这边的华人，你跟他们交流，你会发现他们会说马来语、英语，然后普通话、福建话或者客家话、广东话，反正就是一个人都会好几种语言。现在在周信桥这个区域，其实它严格来说不是一座桥，而是最早那一批下南洋的华人，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房子建在这种滩涂上面。然后，所以后来这一片区域就发展成为了一些华人聚居的区域。然后信州的就在这一片，然后信城的又有信城桥。其实说实话，这一片区域已经很商业化了，因为当时的人家都已经开始开店铺卖这些纪念品啊、小吃什么的来吸引游客。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在槟城你不用去打卡什么比较大的景点，你只要在它的街区这边随便走一走、逛一逛，你就会发现很多这种漂亮的小角落。你们看，我现在随便走进了一个街区，这个斑驳的墙壁是不是很像海浪？天哪，太漂亮了吧这幅壁画！然后你在这些古老的建筑还能看到这种很有风格的现代艺术。这个面具好有特点，我之前在槟城都没有看到过。但是它，天哪，我要怎么带回去啊？如果买了的话，Cat Avengers。你们看，这一户马来西亚本地人的家里有那么多的猫猫。Hello。天哪！刚刚坐在这边有2个马来西亚的女生，然后我问他们的猫条去哪买的，他们说他们从家里拿来的。然后我准备走的时候，他们分给我2只猫条。Thank you so much。垃圾场决战。
在这里，即使我穿的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抱着头，跟我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小猫，大家因为猫猫聚集在这里，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Hello. Have one dog and 2 cats. So I love cats. Because your cat and your dog not fighting. No. You come here very late because just now you go there. What? Because my father give already. All the cats are yours. Yeah, have 2 place. This one number 1 Yeah. and my place number 2. Number 2. Yes, because I'm take care on the year 120. Yeah. 120 cats. Many cats have illness, right? Every year 3 months and change swing because some cat my father put on medicine. 一点点. 一点点. Okay, next time I will. When next time you come, Okay. before you come, I open the YouTube. I can see the English, the Chinese one. When you come, I speak Chinese for you. Okay. Okay. Don't forget me. Okay. You also don't forget me. I start this cat beta 2005. Start first 005. How many cats? 3, 8 and 9 cats. 8 and 9. And now. Now, Wow. Hello. They recommend this place. Oh. Yeah, Chinese people and Yunnan Cat Island, they say. She get the picture over here. Mm. 那个大叔也很爱猫猫，他住在岛的另一边，但是他经常会过来看看猫猫的情况，跟猫猫玩。这是大叔自制的逗猫棒。没有。好，现在这个大叔带我来他们这里本地的 night market，哇！